管了，我们跟他换家了，再补一个幻影刺客，时间上我应该会有优势哦。我们的幻影刺客冲到了。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皇室摇起来。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卡组是万徐瑶版屌炸天万的卡组。那这套卡组主要是用暗月女巫加野蛮人工程锤的卡组。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套卡组吧。那当然它的防守主要是依靠地狱飞龙，就是如果对手有大生物的时候，可以靠地狱飞龙去解。然后如果是其他一般的生物，我们还有幻影刺客啊，然后哥布林还有这个哥伦兵人可以拿来协助防守，甚至还有火球跟小闪。OK， 那我们这边起手可能会先下一个哥伦兵人，然后再来的话看一下对手下什么哦。对手下了一个骑士的话，那我们就沉底一个暗月女巫。那也许只要对手再多下一点东西，我们就可以换路进攻。我们这时候就可以下一个哥布林，这个工程锤加上哥布林去跟他换路进攻，因为对手的这个这样子还可以，因为对手的这个飞龙是还蛮counter我的暗月女巫的。不过这时候我们补了一张地狱龙，我想他应该会头很痛。而且补完地狱龙以后，我们又马上补了一个幻影刺客，那他有办法守我吗？不管他下什么手，我都要放一个小闪。哦，没有，这边我们选择把小闪省下来。但是你可以看我这个地狱飞龙可以吃了他很多费用的生物。哦，这一套又去喷了一下，再喷哦，100、200、300。这个地狱飞龙其实如果你不守它的话，是会扣到非常多的血量。啊，这边一样，我们等等一样是沉底下这个哥伦兵人，然后看对手会下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再做相对应的防守。不过他应该一样是飞龙宝宝，但是你看这一次他沉底飞龙宝宝在左路，我们就进攻他右路，这样子我觉得他右路就会很难防守，除非他这时候还有一个旋风，但是这个巨石投手效果应该不会太好，但是加上旋风就可以。但是我觉得他的巨石投手可能也会扣掉不少的血量。我们这边再放一个地狱飞龙，稍微来防守一下。那这边的话，我可能会下一个幻影刺客去解它吧。但是后面他居然再放了一个墓园，它是一个很旧的卡组，就是以前我还蛮喜欢玩的卡组，就是墓园加上巨石投手的卡组。虽然说有稍微改几张牌，但大致上是没什么改的。那对手可能还有毒药，所以等等的话可能就要小心一点。这样子的，他要防守我左路吗？果然防守我左路，那我们等等就可以想办法进攻他右路左路一波。那这边的话 ，OK， 满费我们就一波左路的快攻，那甚至可以再补上一个幻影刺客。但是这个补了幻影刺客有办法撞到吗？他又及时用了一个巨石投手加上旋风法术，这一波就这样再次的防守住了。不过我们这小蝙蝠也可以打掉他不少血量，然后等等的防守，我觉得可能就比较麻烦。他的飞龙宝宝加上，他的飞龙宝宝加上这个，我们这边要先下这个工程锤在前面把它拉开，这边可能有毒药。果然就是跟我想的一样，是有毒药的。我们为什么要先下的话，是要先把他的飞龙宝宝给拉开，然后拉开以后，我的塔扣到手受的伤害就会比较少。不过我现在情况有点危急，我们双面都不断的在扣血，那我觉得也可以打一个双路。我觉得对手也必须守我的右路，然后左路也必须守。但是我这个工程锤好像有点亏，不过左路这样子他的左路可能会掉哦。这时候他又下了一个，不管了，我们跟他换家了，再补一个幻影刺客。然后我们再下一个哥布林，稍微拉一下，因为时间上我应该会有优势。我们的幻影刺客冲到了，那这样子这个血量我有一个斩杀，我有一个火球，就这样获胜了。这场真的打得很惊险。你看到我们双方就是靠着地狱飞龙，你可以看到我地狱飞龙其实给对面压力很大，然后到后面我2只地狱飞龙同时过去的时候，对手不知道守哪一路，我们就双路进攻，他就守不住了。因为对手是有巨石投手，虽然说防守很强，但是相对的他费用太高了，所以他就比较没那么灵活。那我们这边这起手的话，可能就是直接下一个。好，我们本来想先进攻，但是对手先打，我们就慢一点血，先慢一点血，然后等等再搭配一个双路进攻。他下了一个吹剑哥布林，那我觉得这样子打的话，我觉得可以。然后但是我们这个工程锤居然碰到了墓碑。其实我这套牌组还蛮怕墓碑的，就是墓碑真的是一张还蛮强的卡。那我们等他吹剑哥布林进来以后，再下哥布林把他给砍死。但是这样子交换下来，我其实是蛮亏的，我蛮劣势的。哇，那我们这边再下一个幻影刺客去解一下。你可以看到我沉底的暗夜女巫，其实就是对手抓住我这个时机，然后马上用桥头公主偷我几下血，然后我又没有太好的卡。虽然说我有幻影刺客，但是我下幻影刺客以后，他又下了哥布林哥布林吹头毛手去把它解，哥布林大队去把它解掉。有办法一下吗？没有，但是有办法把它打死吗？还是会剩一点血。那这一点点血，剩下这一点点血量，其实可以扣到我非常多的血。不过我还是选择继续卖，因为我觉得我这套卡组很难守住它。我想守的话，也是会更亏费，所以相对的，
我就哦，那既然会亏费，那我们就宁愿不亏费，卖一点血，可能真的会比较好打。哦，但是我地狱飞龙要飞进去了，他应该下个东西吧？哦，果然。然后这边我们只好用个小闪把这边闪死。但是他的公主很麻烦，可能我这样子，我一直想要打一个双路进攻，可是这时候双路进攻他又会有一个墓碑，看样子应该还是有墓碑的，有办法吗？哎，居然没有墓碑，来不及的话，那我想下火球。好吧，他还是把墓碑给滤出来了，真的是差一点点。那这边的话，我可能先下个哥布林，然后等他的哥布林吹剑手进来以后，我们再下暗月女巫。但是这一波我已经守不住他的飞桶了，我的费用是一直被对方抓着，哇，真的很难打。而且你可以看到，这时候他又下了，他有非常多的小费的生物。那我们这边再下一个幻影刺客，哦，这个墓碑会不会太强了？而且我可以看到我的地狱飞龙其实基本上完全没什么作用。然后这边的话，好，可能要用地狱飞龙强攻吗？但地狱飞龙是没有用的，在这套卡组里面。但是我唯一可以囤兵的一张牌大概就是地狱飞龙。但是哦，我一个火球，一个预判火球砸到了2个哥布林头毛手，但是地狱飞龙有办法打到他的塔吗？没办法的话，我们必须先防守，以后再进行一波反攻，看可不可以这个幻影刺客。而且对手把这个排序打得很好，我唯一进攻可以成功的方式就是想办法把他的墓碑骗出来，这样子我野蛮人工程锤才有机会打进去。但是对手完全都不会上当，他会把这个墓碑给扣住。每次我的工程锤下工程锤的时候，他一定都会有墓碑，所以这场我们就完全打不进去，真的是很辛苦的一套卡组。然后最后3秒钟，然后这场就这样输掉了。不过我觉得除了大概是这种工程锤的卡组都非常怕墓碑这张卡，但是其实现在墓碑带的人非常少，而且实用性也不是那么高，因为毒药很多。但是刚好我这套牌是没有毒药，而且我是带火球。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起手可以下个哥伦兵了。然后看一下对手下了什么，哦，他也下了一个哥伦兵了。那我应该会沉底下在他哥伦兵轮的那一路下一个暗夜女巫。然后法术这里的话，我觉得可以同时砸到两个单位，这样这个火球就可以直接炸了，就不会亏了啦。但是左路的话，我觉得不要裸送掉，我们可以再补个哥布林，跟他换个滚木也不亏哦。因为这样子的话一样是2换2，但是就是感觉起来比较划算一点点。而且你看对手滚木用掉，那我们而且电法用掉，我们就可以尝试进行哇。但是他怎么这时候下了？我原本想要可以尝试进行一波快攻，没想到对方似乎是在我下这个野蛮人公锤的同时就补了一张暗月女巫。但是这么多小蝙蝠，哇，这么多小蝙蝠，而且又放了一个骷髅召唤。但是还好我有一个哥伦兵人，这哥伦兵人爆开以后会把这些小蝙蝠全部截掉。然后他的骷髅召唤我是用暗月女巫去防守。但是你可以看到，像对手这种相对就是比较低费的卡组，没有带石头人啊、大皮卡，我的地狱飞龙其实是很卡手，就完全没什么作用。那这样子的话，我可能会沉底一个哥布林，让他愤怒，然后野蛮工程锤打一只哥布林的这一路，然后另外一个幻影刺客打另外一边哦。但是这边骗到了他的这个也不算骗，他下了他的大皮卡，这样子我等等就可以用地狱飞龙去解他。不过他这边要小心的是，他有闪电法师，所以不可以下太前面，然后再稍微用这个哥伦兵人稍微拉一下。那为什么我没有下在最边边，可以把它拉远一点？是因为我觉得拉远一点也不会比较有帮助，因为目前这个状况是不需要这样子拉的。那这样子的话，我等等大概就想办法，就是抓住他下大皮卡的时机，然后他下大皮卡以后，我的野蛮人工程锤跟其他生物 all in 另外一路就会比较好打，或者像现在这样子，但是这时候有古墓啊，古墓王我再马上补一个幻影刺客跟小闪，这样子搞不好会有机会碰到他的塔哦，他又下了一个哥伦兵人，这样子，那我再沉底一个暗月女巫，我觉得我这样子打起来好像真的好难赢。而且我的相对的，我的地狱飞龙也不能下，因为我的地狱飞龙必须扣着，必须扣到他下大皮卡的时间，我就可以下地狱飞龙。哦，像现在他把电法交了以后，我就可以马上下一个地狱飞龙，然后这个地狱飞龙把他大皮卡解掉以后，我就可以马上快攻他的左路。OK， 就像我现在说的这样。然后这边他有滚木吗？应该有滚木，但是可能会来不及。哦，果然还是有滚木，而且还来得及。但是这样子我的哇！真的太难打进了。其实我们双方的卡组都互相，而且应该说我们双方都知道对手是什么卡，所以抓的都蛮死的。
就是什么时候该下哪一张卡都已经抓住了。那我们这边这样再补一个小闪，把他这些哥布林全部都解掉。我这个毒药跟雷电法师应该还好。但是我觉得继续再打下去的话，因为对手有毒药，可以搭配他的进攻。像我的火球就没办法那么好的搭配进攻。然后我们这时候下了一个工程锤，大概就会被大皮卡砍死吧。哦，他下电法，那我如果下电法的话还 OK， 因为这边我觉得我可以直接用一个火球扎到2个东西，就只能先这样子慢慢消耗，然后再赚一点，慢慢一波一波，然后抓对手一个失误的时间，这样才有办法，才有可能会赢了。要不然这场我觉得会非常的难打。我不要，该不要被砍到吧？哇，真的是。好，那这边的话，我想对手的大皮卡都没有出现，那我可能只能想办法有没有大皮卡吗？他不下大皮卡，他下大皮卡，我觉得我还有机会，但是他不下大皮卡，都是用一堆很小费的生物来防守我。然后你看这边，他可以直接一个毒药，然后我还是守不住，然后最后我就这样输掉，哇 ！Oh no！这个这个屌炸天的卡组果然是不是一般人可以使用的。我觉得这个卡组可能还要回去多练练，因为它这个使用的逻辑，而且你可以看到我刚才打的这几场，我就碰到这种小费，而且明明他有大皮卡，但他也死都不下大皮卡，就很少下大皮卡。我的地狱龙就完全没有用，你可以看到他都是什么电法啊，然后暗夜女巫，然后哥布林，然后牧人这些东西碰上我的地狱飞龙都是完全没有用的。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卡组介绍就到这边，我们下一次见，大家拜拜。